美空军部长近日公开表示，为瞄准大国竞争，下辖美国空军和美国太空军的美国空军部，明年将新建5个团队，以改变其组织、训练、装备和执行任务的方式。那么，美国空军部推进的多项改革之中，哪些项目首当其冲？美军首架 EC-37B 罗盘呼叫电子战飞机交付将执行哪些任务？美空军部长肯德尔9月11号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部队协会的会议上声称，下辖美国空军和美国太空军的美国空军部将改变其组织、训练、装备和执行任务的方式，以遏制和击败中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美国空军部将迅速启动一项审查评估，来寻求下属的2个军种如何在大国竞争时代更好地运作。肯德尔介绍，美国空军部将建立5个审查评估团队，这5个团队将分别关注美国空军部的整体组织架构以及部队装备、人员管理、战备状态、空中和太空任务的后勤支持等方面。其中，空中和太空任务的后勤支持包括动员令的发起和解除，以及军事基地的建设。面对当前国际冲突中日益增长的电子频谱对抗，空军参谋长查尔斯·布朗今年曾警告美国国会，美军正在丧失抵御电子频谱攻击的能力，使部队暴露于危险之中。而五角大楼正在努力重振干扰和欺骗武器库。据美国防务新闻网报道，美国空军已正式从英国 BAE 系统公司接收第1架 EC-37B 罗盘呼叫电子战飞机。这是美空军计划更新的11架新型电子战飞机的第1架。美国作为电子信息作战领域的强国，尤为重视发展电子战武器装备的研究。量比 EC-130H 少了近30吨，最大航程却是 EC-130H 的近3倍，速度比 EC-130其他各类电子战装备的压制和打击。除了更新电子战飞机外，美国空军近期再次放出 B-21的最新照片，其中包括首次公布的 B-21户外照片。诺格公司近期宣布，作为地面测试计划的一部分 ，B-21已经开始发动机试车。美媒称，这是为首飞做好准备的标志，预计 B-21在年内完成。也有媒体表示，虽然美国空军对 B-21寄予厚望，但该机研制进度不如人意。2019年，美国空军就曾表示 B-21会在2021年首飞，然而这个日期已经被多次推迟。有分析指，目前美国正在抓紧研制的穿透性制空作战飞机，将依照快速设计、生产小批量装备的理念，在5年左右的时间周期内，快速推进下一代战斗机的研发。美国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曾建议2024年首批交付2架，2030年交付50架下一代战斗机。不过，这一计划已明显延后。如果考虑到美军为了提振士气，或者说，向外界宣称这次我们不拖延了，也有可能会如期在2024年以前首飞。因为首飞对于一架飞机来讲，不是一个特别难的课题，只要是它的飞行控制系统和动力系统正常，完全可以先做一次离地升空的实验。所以美军有可能会保这个时间点，让它先飞起来。至于上面的任务系统，包括更复杂的技术问题，可以留在以后去解决。除更新装备外，美国空军也正在寻找增加太平洋机场数量的方法，并希望获得更多资金来建设新机场和重建2战时期的老机场。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威尔斯巴赫表示，增加基地是敏捷作战运用战略的关键。据2022年6月卫星图像显示，美军正在西太平洋马里亚纳群岛的第3大岛屿天宁岛国际机场旁大兴土木。2战时期，天宁岛曾是美国最大的 B-29轰炸机基地。此后，定期举办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战争演习。不过，天宁岛当地居民反感美军扩建，曾多次组织抵制美军扩建的抗议活动。在强力推行装备更新和基地建设时，美国空军面临人员短缺的窘境。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报道，美国空军近日证实，因为短缺约120名飞行员而无法完成2023财年飞行员训练目标，这将是他连续第8年达不到训练约1500名新飞行员的年度目标。
据悉，近日一系列问题让美国空军只能训练约1350名飞行员，而不是其希望的1470名。美空军部长肯德尔表示，在2024年1月之前进行的改革将关注美国空军部的整体组织架构以及部队装备、人员管理、战备状态、对空中和太空任务的支持等方面。请教一下曹先生，美国空军究竟会朝哪个方向改革呢？他的这次发言呢，表面上是要进行改革，但本质是要和其他的军种增加这种就是国防经费蛋糕的这种争夺。就是首先从组织架构上，美国的这个军事方面，特别是在争夺空中优势方面啊，它既有空军，还有海军的航空兵，还有这个陆军的航空兵，包括它的海岸就是警卫队也有一定的这个空中的支援力量，包括它的国民警卫队也有空军的飞行员和这个装备，所以它架构上不存在什么问题啊，因为它是一应俱全的。他所强调的改革就是在空天方面，那么在这么多方面它都处于领先，都处于优势，为什么还要进行改革呢？其实说白了就是制造假想敌，来向国会要钱，来向五角大楼争分这个蛋糕。而事实上它的这种改革对它未来的空军作战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它并不是一种非对称的作战，你要到别人的家门口去作战，你要到别人的家里去作战，那么别人和你使用的平台是不一样的，你用飞机打别人，别人可以用导弹来打你，所以呢，他所说的这种美国空军的改革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美国空军每年都计划训练约1500名的新飞行员，但已经连续第8年达不到年度目标，而且文职岗位的空缺率也达到30%到40%。请教一下张先生，人员的短缺是否会影响到美国空军的战力呢？我想呢，他如果和小国打低烈度的战争啊，这个呢影响不大。但是未来如果和大国打长期的高烈度的战争，那么影响会比较大。它虽然飞行员无法满编，实际上呢它的战机数量也是很难满编的。根据美国空军的统计呢，现在美国的战斗机也好各种作战飞机也好，也实际上和它要达到的最好的理想状态是要少几百架的。包括现有的战斗机，它的妥善率也是比较偏低的，有的战斗机的妥善率只有60%、70%，这样的话呢，它的人员的缺编率和战机的缺编率基本上是同步下降的。这样呢，战机和人员的矛盾也没有得到充分的暴露。但是未来如果它要和大国强国爆发激烈的武装冲突，那势必呢会造成相关的战损，人员呢也会有伤亡。这个时候就需要有足够的飞行员进行补充。如果他这个飞行员的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那么会影响他和未来和大国进行高烈度的作战。据《纽约时报》9月14号报道，俄罗斯已成功克服西方实施的制裁和出口管制，将其导弹和炮弹产量提高到超越冲突开始前水平。这使得乌克兰在未来几个月特别容易遭受更严重的袭击。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第8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时，指责乌克兰方面毫无和谈的诚意，并表示俄罗斯已经准备迎接冲突长期化。那么，西方官员质疑俄罗斯炮弹产量达到200万枚是个烟雾弹。那么，真实情况究竟如何？俄罗斯选择重启 T80坦克生产，是因为该坦克在乌克兰战场上展现出良好的作战能力。那么 T80究竟是一款怎样的主战坦克？它与 T72坦克有何不同呢？ T80主战坦克由 T64主战坦克发展而来，是历史上第一型以燃气轮机为动力批量生产的主战坦克。该系列坦克最先进的型号 T80 BVM 目前仍在俄军服役。T80坦克装备的燃气轮机具有体积小、重量轻、功率大、低温环境下启动快、加速性好等优势，这就使得 T80坦克的机动性很出色，最大公路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75千米，因而被称作飞行坦克。不过，燃气轮机的缺点也很突出，那就是油耗和维护工作量比柴油机大得多。油耗太大也导致 T80坦克的使用成本大增。正因如此，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就不再生产 T80，而是生产柴油机动力的 T72和 T90。
即便是苏联时期生产的 T80，大部分也被俄罗斯封存起来。当然，作为苏联时期研制的一款高档坦克 ，T80的整体性能是要高出 T72一大截的，而这也是 T80的改进型 T80 DVM 在乌克兰战场上表现比较出色的重要原因。俄罗斯现在重启 T80坦克的生产，不会是拿着当年的图纸按部就班的生产。T80就算再优秀，以现在的标准来衡量，也无疑是落后的。因此，俄方在重启生产过程当中，必然会对许多关键组件和技术进行更新和增强。不过，由于俄罗斯国内装备研制能力的限制，在考虑对特定部件采用替代制造方法时，有可能使用预制装甲板进行焊接。在重启 T80生产的同时，俄罗斯军方还积极对现役 T80坦克进行现代化升级，以及对库存的 T80进行翻新。这些升级包括先进组件的集成，例如新型坦克瞄准具、GTD-1250燃气轮机、2A46M 坦克炮，以及旨在提高坦克性能和延长其使用寿命的其他增强能力。T80坦克在俄乌冲突中表现亮眼，与 T72、T90坦克等成为了俄军主战坦克三剑客。T72是苏联时期研制的一款易于生产，更在 T64、T80后面用来扩张战果的第一档第三代主战坦克。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 T72主战坦克，除了机动力之外，火力、防护能力、信息化程度等都明显落后。但要承认的是 ，T72的基础条件还是不错的，只要对其进行合理改造，充分挖掘潜力，也是能追上时代的。实际上 ，T72坦克自问世之后一直没有停止改进，根据需要不断地推出相应的变种型号。那么这些改进呢，也是十分的全面，改进内容遍布通讯设备、火控系统、武器系统、动力系统、新型装甲。例如，俄军现在大量投入乌克兰战场的 T72B3，就是改进幅度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 T72家族成员，在整体性能上已经不逊色于其他第三代坦克。今年7月，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表示，乌拉尔机车设备厂向军队交付了新一批 T72B3和 T90M 坦克，较去年产量增长了2倍多。如今，俄罗斯又重启 T80坦克的生产，这些举措不仅能够保证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有足够的坦克可用，而且俄军装甲力量还将进一步提升。俄罗斯在战略武器方面也加快部署力度。据俄罗斯消息报网站报道，近日，俄罗斯国防部长绍弹仓就可以挂载12枚远程空射巡航导弹，而且呢，这些空射巡航导弹呢，都是携带弹头的。那这也就意味着呢，4架图100M 战略轰炸机一次出击就可以发射48枚远程空射巡航导弹，这样的核打击能力显然非常强大的。面对俄罗斯将要在俄乌冲突战场上形成的优势，西方国家在援乌力度上也不断加码。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美国总统拜登可能很快将批准向乌克兰提供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如果美国顺利对乌交付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就将是乌军获得的打击距离最远、精度最高、威力最大的战术导弹系统。目前，乌军使用的陆军战术导弹只有原点 U， 该导弹的极限射程仅有120余千米，打击精度一般，威力也一般，没有给俄军造成太大的麻烦。目前库存已基本见顶。在战术性能上，美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分为布洛克1和布洛克2两型，该弹重量在1400千克左右，最大射程可达300千米，使用霍尼韦尔公司研制的制导系统，末段精度可达10米以下。此外，陆军战术导弹系统配备有集束式战斗部、整体式、轻撤式战斗部和反坦克末敏弹战斗部。其中，集束式战斗部可携带950个 M74型霰弹，单弹头重量590克，对无防护目标杀伤面积巨大，是大名鼎鼎的钢铁雨。整体式战斗部重量247千克，主要用于打击强固工事等高防护目标。最先进的当属布洛克2型装备的末敏弹战斗部，可装填13枚末敏弹。在释放之后，可自动识别、静止或移动装甲目标，并进行打击。毫无疑问，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将是俄军面临的一个更加难缠的对手。目前，西方允诺援助乌克兰的 F-16超过了70架。西方国家援助的 F-16战机能否真实到位呢？接连培训乌克兰飞行员能否改变乌军的战场态势呢？曹先生。在这个俄乌冲突延续了1年半的时间的时候，这个乌克兰呢始终没有掌握制空权。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和北约的一些国家开始向乌克兰提供有人的作战飞机，就是 F-16。这个举动呢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一方面是把自己淘汰掉的这个 F-16交给乌克兰，那么自己呢去购买配备 F-35这样的更先进的隐身的战机。那么乌克兰得到这些飞机以后呢，一个是和北约和美国这个作战的飞机相接轨，并且呢，拿到这些飞机之后呢，总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啊。就是从机场起飞之后，我不在空中对这个俄罗斯的这种飞机进行空战的话，我也可以利用它就是挂上导弹来对地面的这个目标进行打击，或者是呢，在空中呢去威胁这个周边的这个目标。虽然西方国家仍然在军援乌克兰，然而其国内民间逐渐有更多声音质疑本国政府对乌克兰送钱又送炮的正义性。请教一下曹先生，俄乌冲突一旦长期化，西方国家会继续站在乌克兰一边吗？其实这个西方就是现在也没有真正的帮助支持乌克兰，他所谓的这种帮助或者是支持呢，不过是利用乌克兰，在这样一个军事战斗的这种延续的过程中，俄罗斯在消耗，乌克兰也在消耗。表面上看呢，北约和这个欧盟也在进行援乌，也在进行消耗，但是这些消耗它没有人员的伤亡，它只是用自己的这些一个军事集团的能力来对着俄罗斯一家。所以呢，我认为就是在未来的时候这个美国还有北约，一定会继续支持乌克兰。乌克兰钢铁公司仿制了大量逼真的诱饵武器，故意引导俄军轰炸，目的是消耗拖垮俄罗斯。请教一下张先生，您是如何来点评乌克兰的这一战术，能起到多大的效果？实际上呢，在战场上使用诱饵进行引真示假是一个常见的、常用的手段和方式。那么通常情况下呢，用这个诱饵可以呢消耗对方的火力。如果说对方空袭的数量增加了，势必会造成对方空袭的战损。此外呢，还可以配合其他力量进行这个设伏作战，打击对方的空中力量，或者呢配合进行反炮兵作战。所以呢，各国都普遍重视这个诱饵的使用。这一次乌克兰使用的诱饵，它的改进之处呢，就是比较精细。不要说离远了，就是离得特别近，如果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可能也很难识别它到底是诱饵还是真装备。但是呢，它自身也有自身的问题，比如说，它这个制作起来还是比较繁琐的，因为它非常逼真，那么制作需要的工时比较大，成本相对来说也比较高。
这样呢不利于它的大规模的生产。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现在广泛使用这个无人机，包括巡飞弹。